到底是谁说的没房子就不能结婚呢？老师啊，一个男人啊，他连个房子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呀？结婚了，我们住在哪儿啊？租房子住，我是可以。那有了孩子，总不能让孩子也住在出租屋里吧？那多憋屈啊！所以呢，作为一个男人，婚前就应该为自己的妻子、孩子准备好一个窝嘛，那个才是正儿八经可以娶妻生子的呀，这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是现在的女人根深蒂固的认知了。如果这个理念不改啊，中国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崩盘的。为什么一说结婚，女方就要求你，必须给他买一套房子啊，结婚必须给他几十万的彩礼，否则他就是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啊。这就是当代女性对结婚的期待。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女孩基本上啊都会要求对方婚前要准备好房子。这些城市的房子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有多少家庭能在这些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呢？要么就是几十年还房贷的房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女孩子介绍男孩的时候啊，那些有房贷的男孩也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有的男生为了结婚没有办法啊，只能让父母掏钱。说实话，你忍心吗？让爹妈掏老本给你们小两口买房子，往往有很多都是男方家里出钱，女方家里还一分不拿。所以呢，这些就是大城市的剩女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些剩女啊，还经常不切实际的认为，只要跟那些什么情感博主学点什么东西啊，就可以啊，在开宝马和开奔驰的男人当中随意的挑选心仪对象了。你这不是很可笑吗？啊，人家都开40-50万甚至上百万的车了，那他能是你随意可以挑选的吗？记住一句话，你想成为奔驰宝马的女朋友，你需要在他开电动车的时候啊，就嫁给他。你们共同的努力创造财富，共同把生活过好不行吗？是谁告诉你的结婚就必须买个房子？是谁规定的结婚就一定得男方准备好房子车子？是谁把婚姻跟这些东西搞得过度的绝对呢？这种畸形的婚姻观难道不应该摒弃掉吗？同样都是人，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男孩子呀就要给女孩子去买房买车，你们两个人就不能共同努力吗？自己挣钱买个房子不行吗？现在的女性啊，就是要求只要一结婚，你必须给我准备个房不搞一个房子呀，我就不结婚。所以如今的现状就是男生干脆躺平算了买不起房子就别想娶媳妇儿了，不敢想咱就不想了呗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了，自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嘛。00后的不婚群体已经越来越庞大了，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呢？现在女生找对象看的这些指标到底有没有用呢？第一，他们看对方的资产情况，资产越多，他们想交往的意愿就越高。第二呢，他们看对方的工作能力能力越强呢，稳定性越好，他们就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第三呢，他们看对方的学历，觉得学历越高，说明对方的智商越高，基因很好，这个也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重点要考虑的因素。第四呢，他们要看男人的情商怎么样就是会不会来事儿能不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跟他在一起呢，得不闷不呆会哄自己开心的那种。第五呢，他们要看男生在花钱方面对自己大不大方，这一项是他们用来衡量婚后男人在经济方面对自己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来解析一下其实这些标准大部分都是悖论，而且根本无法全部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第一点资产情况，其实资产越多的人不代表他就懂生活，他们大部分都是忙于事业的人，哪还有太多的精力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天天没事哄你开心呢？没准越有钱还越抠门呢。并且据统计，很多事业做得特别大的企业家学历都不是特别高的。第二点，工作能力强，那上班族的男人呢，他的工作能力越强，他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估计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你的。花钱方面肯定不会很大方，因为他的钱是血汗钱呀，他们可能会更看重你给他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第三点就是学历高，很多女人都喜欢学历高的男生他学历高只能代表他这个人学习成绩很好我们高考过滤的他是学渣而不是过滤的人渣，在他的这个外表之下很有可能是个自私自利自负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也有可能他对感情极不负责任，所以呢，学历和人品是不能划等号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求他情商也很高，那可能就难度更大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双商在线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去呢？即便是有，那早也被人家抢了，他还能缺个女朋友不成？第4点，看男人的情商高不高，是不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一个男人情商很高，他就可以秒杀其他好几个条件了。你们见过那些穷鬼娶了富家女的吧？还有那些网络骗子听说过吧？这些人就是玩情商的高手啊，那些女的被迷的五迷三道的啊。所以呢，要求一个男人情商高，只要他加上其他几项中的任何一项，他的情感生活就永远不会缺席的，你懂了吗？第5点啊，看男人对你花钱大不大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交往的诚意和婚后对经济方面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啊，男人花钱大不大方，从现状来看，他们对刚认识的女生是真的不敢大方的。你们自己也懂哈，人家也是花多了花怕了啊，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呢，他们会对后来认识的女生越来越小气。但是这一点完全无法代表他婚后对钱的态度。有的男人对刚认识的女生就是不大方的，但是一旦他成为正式的女朋友之后啊，并且女生有想往婚姻方向推进的时候啊，男生自然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所以呢，你要把全部的条件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恐怕根本就找不到啊，因为就算是有啊，那你也不一定够得着他了。立心姐，一个比你自己更懂你的红娘。离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吃香吗？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离婚带娃的女人啊，男人都在抢。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啊？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去哄抢的啊，只有被嫌弃啊，被拒绝。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啊，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是被嫌弃被拒绝的，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那些未婚男士选择的，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愿意嫁给他。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年纪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去哄抢啊？谁来抢你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别说给你养孩子了。有的离婚的女人在找伴侣的时候，那提出的条件比她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还要高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长得多漂亮男人只要听到你离婚要是还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愿意见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还愿意给你去养孩子呀？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女人男人他也没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那这些女人吧有可能她好不容易还找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她还要张口要彩礼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这个事儿吧，咱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心里有点数那种毒鸡汤说那种毒鸡汤的人我真的是你恐怕精神有问题，是不是你是幻想症吧？出来说这种话害得这些离婚的女人自己都找不着北她们最后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昨天呢，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老处女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我真的感觉我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了，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不少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男士，可是呢，连一个愿意正常跟他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生跟他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就约他上家里去这给他气的呀，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他就找过我咨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也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呢，他就想拜托我帮他再找找合适的人。但其实他的要求依然是没变的，他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要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他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他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那会儿委婉的劝过他多次尽量降低标准毕竟年龄大了不好找，他每一次仿佛都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
他又会恢复原来的想法。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几次沟通之后，我发现啊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又来找我诉苦啊，说自己很着急了啊，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呀，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看着他这么着吧，觉得又动了恻隐之心啊，于是我又张罗着给他再找找呗啊，结果前边才刚刚说好的啊，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的都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他说自己啊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啊。最令我崩溃的是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他啊！于是呢我就在昨天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位离异没有孩子的男士啊，就比他大5岁啊，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啊，很稳定，北京有2套房产，只不过收入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男士呢倒是觉得可以渐渐认识一下，于是呢我估计啊他能接受这个男士的话啊，这俩人可能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啊，他看到资料不到30秒啊，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啊，这位我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呀？他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哎呀，于是我就问他，那这么说你不是还是得找条件好的吗？于是他马上反驳我，难道我还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啊我也被他整老火了啊！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啊！你说的那种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的干什么呀？他们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自以为是的骄傲，不过是在那儿自嗨罢了。你就继续自我安慰吧啊！以后可别再来找我了啊！气死人不偿命真的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啊？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喜欢不了。真不是对他们的年龄歧视，而是他们这种畸形的心态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你们说是不是？最近有位粉丝问我啊，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啊。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啊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啊，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啊。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啊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啊，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哈，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啊，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呀，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啊，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啊，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啊，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啊，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啊，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啊。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都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啊，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
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啊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啊，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三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的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啊。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啊，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有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啊，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你太挑剔了啊，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啊，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哈，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哈，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啊，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啊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啊，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啊。就算后来啊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哎，我可能啊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啊，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呀一些建议啊，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啊，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啊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啊，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啊，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啊，这几个我感觉啊都没啥眼缘。你想想啊，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啊，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哎，我这么一听啊，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儿，那你这点实力啊，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儿，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啊，基本没戏啊。后来啊，他又改变了想法啊，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啊。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发现啊，最近有好多的男生啊，他宁愿去花钱洗脚，他都不愿意谈恋爱啊，说太费钱、太费劲，还太费时间。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谈，主要的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太难伺候了啊。前几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相亲刚认识的姑娘啊，加了微信之后要求从早到晚的聊天啊，回复慢了啊，人家就不高兴，问是不是在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啊。上下班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得去接送她，约会呢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车接车送啊，简直就把自己当个司机。我花100-200块钱请他吃饭，他嫌我抠门啊，我给他发低于520的红包，他嫌我没诚意。因为我没有给他买贵的包包鞋子，他就说我是穷鬼，没钱还出来谈什么恋爱。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人家转脸就不理你了啊，还得去想办法哄啊，不哄啊，人家就说咱俩不合适啊，真是很头疼。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母系社会了？一切都得围着他们转。可是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到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知道多爽呢。现在我也干脆啊看淡了。以前在校园里边的时候啊，还能想着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现在这些社会上的女孩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现实，没啥意思。我现在都不再要求一个女生她能真正的爱我，她只要懂得尊重我，能够对我好就行了。
能过到一起会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成天的嘴里就喊着礼物喊着钱的女人，不就行了吗？啊，两个人啊能踏实的在一起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孩里边，具备这种能力的几乎都没有。娶个老婆要看一辈子啊，要在一起几十年，如果德性太差的话啊，真的是入不了心。所以我现在宁愿花钱去旅游，去享受服务啊，能看得到享受得到才是真的。我也不会失望，也不会痛苦，因为随时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嘛。我现在不强求非得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啊，我更想把我的精力呢用在挣钱和享受生活这件事上，把钱花在有结果的事情上，这样不挺好的吗？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你信不信啊，有的女生她天生就是被渣的命，就她那个择偶标准啊，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好男人啊。93年的一个女生呢，我这找对象哈，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的物质资源啊，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第二点，还要找一个学历好的，精神世界富足的啊，能够引领自己成长的。第三点啊，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啊阳光帅气的，毕竟呢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的。第四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的。第五点呢，想找个愿意为他付出的啊，也就是呢能给他花钱啊，还得为他做饭啊、洗衣服、做家务啊，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男人。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有吗？啊，来咱们评论区聊聊吧。